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色列实时中文报道。9月10日新闻，今日摘要：审判日行动，卡塔尔谴责袭击，哈雷迪入学激增，以俄研究员获释。国防部官方消息，以军摧毁恐怖分子住所。以色列国防军梅纳什旅与亚细亚拉姆部队特种部队在图巴斯展开夜间行动，摧毁了恐怖分子穆罕默德·贾迈勒·艾哈迈德·德拉加马的住所。德拉加马曾于2025年2月4日在泰希尔哨所冲突中杀害奥费尔·荣格少校和阿夫拉罕·兹维弗里德曼少校，并打伤6名武装人员。与此同时，以法联旅和亚细亚拉姆部队特种部队在阿布什村摧毁了恐怖分子阿卜杜拉·达法尔·哈德尔·布什纳克的住所。布什纳克曾于2024年6月22日在卡尔基利亚与同伙发动枪击，造成阿姆农·穆赫塔尔遇害。以军精确打击加沙城高层建筑。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城一栋用于安置哈马斯情报设备和观察哨的高层建筑实施精确打击，这些设施曾用于追踪以军行动，并为袭击提供便利。以军指责哈马斯将军事基础设施嵌入民用建筑，并以平民做盾牌，严重违反国际法，威胁民众安全。基甸战车2号行动中的居民预警。作为基甸战车2号行动的一部分，以军南方司令部人口预警部门自昨日起加强对加沙城居民的预警，通过录音信息、短信、传单和电话广泛宣传，敦促居民遵循以军指示，以保障自身安全，避免进入危险区域。传单紧急信息内容：传单写道：致加沙城及所有街区的居民，以军决心击败哈马斯，并将在加沙城采取强大军事行动。为了您的安全，请立即经由拉希德走廊撤离至马瓦西人道援助区，留在该地区极度危险。举报哈马斯阻止撤离的电话052-962-5830。以军强调，撤离措施旨在保护平民，警告随着军事行动加剧，留守将使居民面临严重威胁。加沙附近枪击案引发恐慌。在亚德莫迪凯地区的内蒂夫哈阿萨拉路口，一名枪手驾驶白色皮卡车开火，引发人们担心是来自加沙的渗透。警方在现场设置路障并展开搜查，虽有朝军车开枪，但警方认定这是犯罪事件而非渗透袭击。目前情况仍不明。国家领导层批准决定性打击。在耶路撒冷和加沙发生致命恐怖袭击后，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安全部队对哈马斯领导层实施决定性打击。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表示全力支持。内塔尼亚胡与以军和辛贝特负责人磋商后，该指令于9日下午获批并立即执行。他强调，哈马斯领导人策划了10月7日屠杀，并持续指挥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包括昨日耶路撒冷谋杀案。此次空袭被命名为审判日行动。10架以色列空军战机发射11枚精确制导炸弹，打击目标。总理办公室声明称，这是完全由以色列独立执行的行动。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发起，以色列执行，以色列负责。行动期间，以色列全体领导人齐聚特拉维夫基里亚总部，内塔尼亚胡与高级将领共同观看空袭现场直播。这一罕见场景凸显行动的重要性和以色列高层的团结。情报显示，此次袭击可能从叙利亚领空发起，与8日晚以色列对叙利亚中部防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相呼应。相关设施由叙利亚和土耳其军队联合运营，为9日行动扫清障碍。空袭结束后，内塔尼亚胡下令所有部长保持沉默，不得公开评论，以维持纪律和统一信息。
罕见的多哈袭击。以色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对哈马斯高层发动罕见袭击。据报道，美国各机构共享了相关情报，川普总统批准了行动。卡塔尔强烈谴责袭击，并宣布暂停在以色列和哈马斯间的调解努力。目标与伤亡。袭击主要目标为哈马斯政治局高级成员哈利勒·哈亚。据称，哈利德·马沙尔在袭击中丧生，哈亚的5名亲密盟友也遇难，其子胡马姆·哈亚、办公室负责人吉哈德·拉巴德、护卫阿卜杜拉·瓦哈德、护卫穆埃门·哈苏纳、护卫艾哈迈德·阿卜杜勒·马利克。此外，哈亚的妻子和儿媳受伤。哈马斯否认。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否认暗杀成功，称领导人在袭击中幸存，并表示该组织仍然坚强，尽管部分执行干部和随行人员牺牲。哈马斯声明。哈马斯高级官员苏海尔·辛迪称，组织已对川普的提议做出积极回应，美国应对以色列对卡塔尔的袭击负责。他强调，我们不会举白旗，不会放下武器，将全力与侵略者作战。随后，哈马斯对高层被袭击事件全面封锁消息，并否认人质谈判小组成员在袭击中死亡，但承认有人受伤。川普推文。川普在推文中表示，我告诉他们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要他们接受这笔交易，但他们不听。卡塔尔强烈谴责以色列袭击。卡塔尔外交部驳斥白宫关于维特科夫事先通知多哈的说法，强调美国是在爆炸声传遍首都后才发出呼吁。阿克西奥斯报道称，美国在袭击前曾发现以色列战机飞向海湾，并要求澄清，但导弹已发射。卡塔尔首相指责以色列使用能躲避雷达的武器，局势危险升级。袭击震惊白宫并激怒川普的高级顾问，恰逢华盛顿等待哈马斯对新和平方案回应的敏感时刻。卡塔尔内政部确认一名安全官员遇难。首相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宣布将采取国际法律措施，称内塔尼亚胡为流氓，指控其从事国家恐怖主义，并强调卡塔尔保留采取法律或军事回应的权利。外交部宣布成立法律团队，准备就袭击事件回应。首相更表态，以色列是敌人，指责以军使用雷达无法探测的武器，而以色列则强调卡塔尔并非敌国。预计卡塔尔将很快召开新闻发布会，海湾国家也在筹备正式回应。法国谴责以色列袭击卡塔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声明称，无论以色列的动机如何，对卡塔尔的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以军北部展开演习。以色列国防军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加顿地区举行演习，从早到晚持续，部署大量安全部队和车辆，设置路障，并伴随爆炸声。以军在杰宁反恐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在杰宁市中心展开反恐行动，围捕一名通缉犯，并与武装分子发生激烈交火。敌方称，以军在一栋建筑内对目标实施高压包围与射击。自拍船队再次遇袭。自拍船队组织称，再次遭到无人机投掷燃烧装置袭击，引发火情。以色列俄罗斯研究员获释。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在伊拉克被民兵绑架的以色列俄罗斯研究员伊丽莎白·楚尔科夫获释。他在巴格达进行博士研究期间遭绑架，多方多年谈判，甚至讨论过囚犯交换。他目前已被安置在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伊朗动向。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开罗签署合作议定书，允许核查人员恢复在伊朗核设施工作，意在避免快速恢复制裁。但外界质疑其借机操纵核查程序，以推进核计划。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
任何军事打击或恢复制裁都将被视为取消协议。同时，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以色列袭击卡塔尔后进入掩体。伊朗政府谴责以色列侵犯卡塔尔主权，并提及以色列2个月前曾对卡塔尔发动导弹袭击。黎巴嫩局势，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清除利塔尼河以南的真主党武器至少需要3个月时间。胡塞导弹与无人机袭击以色列。胡塞武装宣称向耶路撒冷发射携带集束弹头的导弹，目标为几个敏感地点，以军确认成功拦截，虽未造成人员或财产损失，但因拦截后子弹药散落，居民在避难后仍听见爆炸声，引发是否需更新安全准则的讨论。该组织还声称发射3架无人机，目标为拉蒙机场和埃拉特地区，以军确认拦截其中1架，其余2架未抵达。9日下午5点左右，胡塞又在埃拉特上空发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被成功拦截。几分钟前还发射了1枚弹道导弹，死海、犹太、贝特谢梅什等地区警报拉响，以军确认已成功拦截。此次袭击虽无人员伤亡，但显示来自也门的持续威胁。以色列内部对袭击分歧，部分以色列高级官员认为行动时机过早，应在推进人质谈判后再行动，以避免影响协议。一些人质家属也表达担忧，害怕袭击影响家人安危。另一派官员则强调，此次定点清除强化了威慑力，可能改变战争进程，迫使哈马斯在以色列条件下结束战争。哈雷迪犹太教经学院入学激增。哈雷迪赫斯德犹太教经学院入学人数增加 50%， 显示哈雷迪社会在军学结合模式上出现转变。哈雷迪计划抗议征兵。据 CH13 报道，哈雷迪人群计划明日抗议征兵，可能封锁贝内贝拉克附近的4号公路和耶路撒冷入口处，具体时间未定。卡法尔哈巴德发现武器。在机场附近的卡法尔哈巴德，果园工人发现大量武器及零件，警方接到报警后展开调查。尼泊尔爆发起义。尼泊尔发生大规模民众起义，推翻共产党政府，政府大楼被烧毁，大部分领导人逃亡，一些人被捕并遭袭击。尼泊尔是以色列背包客常去的地区，该事件引发关注。波兰击落俄罗斯无人机。波兰军方称，俄罗斯发射的无人机进入波兰领空，波兰空军战机击落其中1架。为确保安全，波兰关闭华沙机场及另外3座机场，并向约860万人发出居家令。多架俄制沙赫德无人机深入波兰30至50公里，袭击了东部一个村庄处的住宅。波兰总理图斯克确认军方已与空中目标交战。北约空中加油机与美军 F-35 进入波兰领空。波兰政府正考虑援引北约规约第4条与盟国磋商。总结，以军在加沙与多哈打击哈马斯高层，引发国际谴责。川普确认批准胡塞袭已被拦截。伊朗、黎巴嫩表态。以色列内部现分歧，尼泊尔爆发起义，波兰击落俄无人机。感谢您的收看，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实时连接世界与以色列。再见。